等到你认识这里，我会让你自己走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有一个粉红色的眼睛。它虽然是一个新的主题，但它有某些部分是延续我们之前的几个计划案里面的主题。那今年因为进到总图，那也因为他们在推动就是闭眼睛阅读的这个部分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其中一本叫做《走进森林的小红帽》来做一个主题做延伸。听起来就有点像刚刚小白拿的这个，是长得这么慢，还是长得更慢？我们在做这个就是非视觉的计划里面的时候，发现其实视觉不方便的孩子，他在身体感上面是重要的，可是因为他们视觉上的不方便，然后再加上照顾者的保护，反而他们在身体动能上是缺乏的。往外长，如果你要躺下来，有时候我会觉得那对我来说，蹲下来爬出去是很容易的，但是你才发现说，哇，原来他们因为视觉的生长被中断了，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被影响了。这些我们以为很一般的事，对他们来说都要小心翼翼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声音给你的感觉是什么，就让你的心跳小盒发出那个声音。因为我们知道这群孩子比较特别，是因为眼睛的能力比较弱，所以我们去强化他用耳朵、鼻子其他的地方去做一些感官，然后我们用声音去引导他们把情感转化出来。是希望透过纸张这个媒介，它会在里头产生一个空间，然后产生声音跟身体的摩擦，让他有个情境的感受。所以透过我们的言语跟声音，让他们觉得好像真的进到那个声音里面。艺术创作活动跟一般学科很不一样的是，它灰色地带非常非常的多，那它也没有所谓的一个一定的范围跟界限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绕成一个圆，其实就是回到我们是都在一起的，我们都坐在地上是平等的，所以孩子在进入我们的团体之后，会比较快速的去有安全感，然后愿意跟你建立一个连接。所以在真正艺术创作活动里面，他们才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，而不是只是我们画了什么，我们做了什么，他们照着做或者跟着做。我们感觉到的那件事情是身体的经验跟身体的知觉，它可能很少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一点点的引导下，让他们开始有一点点知道我可以这样去感觉，或者我们不是把手让他们钻进那个沙子里，然后用脚让他们钻进沙子里，可不可以透过一些身体的触觉，让他们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到底在说的，也许他真的一辈子都没有看过的那个牙到底是什么。热的橘色很像太阳，就后来发现，我们把看不见这件事情拿掉，然后我们真的用我们是一个人的角度，你去体验这个人生，去体验创作的角度出发的时候，发现每个人都一样，他就是有一种无限的可能。他会透过他感到兴趣，或那个在他心里的深处，开始埋下那个种子，他慢慢的去萌芽。我们要把他当一般人，一旦当一般人，我们才可以用一个很平时的事情，然后让他感觉舒服。像这几天下来，不管是明眼的孩子或是视障的妈妈，他们给我们感觉就是，他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帮助他的孩子去体验这个环境，或是这个人生周围的一些东西，这样。你愿意把手打开的时候，表示你的心是可以慢慢可以接受的。他们被我们一般人认为说没有视觉就不需要视觉艺术，但实际上他们在这样的活动过程里面更容易找到自我，因为当你身体上面有一点点限制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心会有一点点会绷住，然后或者是会更小心。那这样的艺术活动，他多参与之后，他会发现有各种的方式可以去成为他的表达的方式，这才是我觉得不着痕迹的共融，不是刻意把它们放在一起。3耶。